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闲聊中文，我是夏安，很高兴在这个安静的晚上和大家见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文，很高兴又在闲聊中文和大家聊天。夏安，现在外面天黑了，非常安静。是的，李文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事情非常适合在晚上听，特别是在睡觉以前听。在睡觉以前听，难道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怎么睡觉吗？我最近确实睡得不太好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脑子里还在想白天的工作，或者还在想怎么学中文。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大家工作很忙，晚上总是睡不着。所以今天我不是教你怎么睡觉，我要给你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几个特别的故事。故事？什么故事？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国睡前故事。睡前故事？哇，这听起来太可爱了。可是夏安，睡前故事不是爸爸妈妈讲给小孩子听的吗？我们都是大人了，听睡前故事会不会有点奇怪？一点也不奇怪。李文，你知道吗？对于学习中文的人来说，听睡前故事是最好、最放松的学习方法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，睡前故事的词语非常简单，句子也很短，非常适合刚开始学中文的朋友。第二，故事里有很多重复的句子，你可以很容易地记住它们。第三，听故事可以让你放松，你的大脑在放松的时候，学习语言是最快的。哇，原来听睡前故事有这么多好处，不仅能帮我放松，还能在梦里学习中文。夏安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就想闭上眼睛听你讲故事。没问题，今天我会给你讲3个非常有名的中国故事。这些故事每一个中国小孩子都听过，而且这些故事不仅好听，里面还有很多聪明的道理。太期待了，那我们快点开始吧。第一个故事是什么？第一个故事叫猴子捞月。猴子捞月。猴子我知道，就是喜欢吃香蕉的动物，月就是月亮。可是捞是什么意思？捞就是从水里拿东西的意思，猴子捞月就是猴子想把月亮从水里拿出来。月亮在天上，猴子怎么从水里拿？这就是这个故事好玩的地方了。你闭上眼睛，仔细听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座很大的山，山里有很多树，树上住着很多快乐的小猴子。有很多猴子。有一天晚上，天黑了，月亮出来了。有一只最小的猴子跑到树下喝水，树下有很多水。小猴子低头往水里一看，哎呀，他吓坏了。他看到水里有一个又圆又亮的月亮。水里有月亮，那是月亮的影子吧？没错，是月亮的影子。可是小猴子不知道啊，小猴子以为天上的月亮掉进水里了。他非常着急，大声地叫起来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月亮掉进水里了，大家快来啊！这只小猴子太可爱了，也太着急了。听到小猴子大叫，大猴子、老猴子都跑过来了，大家一起往水里看。天哪，水里真的有一个圆圆的月亮。老猴子说：哎呀，月亮真的掉进水里了，我们必须把它捞上来，不然明天晚上就没有月亮了。所有的猴子都以为月亮掉进水里了，那他们怎么捞呢？猴子又不会游泳。猴子们非常聪明，老猴子说：我们不用下水，我抓住树，大猴子抓住我的脚，小猴子抓住大猴子的脚，我们一个抓一个，一直连到水面，就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。哇，就像一根猴子做的长长的绳子，这个办法听起来很不错。是的，于是猴子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脚，慢慢地往下走，最后那只最小的猴子终于碰到了水。碰到水了，他拿到月亮了吗？小猴子非常高兴，他伸出手，用力地往水里一捞。可是他的手刚碰到水，水里的月亮就碎了，不见了。
当然不见了，因为那只是影子，水动了，影子就没有了。小猴子吓坏了，他说：哎呀，月亮被我碰坏了，不见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只在最上面的老猴子觉得非常累，他抬起头想休息一下。老猴子抬头看到了什么？老猴子抬起头看到了天上，他大声地笑了起来。你们快看天上，月亮没有掉进水里，月亮好好的在天上呢。猴子们都抬头看了吗？是的，所有的猴子都抬起头，他们看到天上有一个又大又圆、非常漂亮的月亮。大家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又看了看水里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哈哈，真是一个好玩的故事。猴子们忙了半天，结果月亮一直都在天上。故事讲完了，宇文，你觉得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眼睛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。小猴子看到水里有月亮，就非常着急。其实他只要抬起头看一看天空，就不会做错事了。非常对，中国人给小孩子讲这个故事，就是想告诉他们，遇到事情不要太着急，要多想一想，多看一看。这个道理非常好，而且这个故事里的词语真的很简单。夏安，请给我讲第二个故事吧。好的，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支笔的，这支笔非常神奇，故事的名字叫神笔马良。神笔马良，神笔就是神奇的笔，对吧？马良是什么意思？马良是故事里一个小男孩的名字。马良没有爸爸妈妈，他没有钱，非常穷，可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好。他的爱好是什么？他非常喜欢画画，可是他没有钱买笔。去山上的时候，他就用树枝在地上画；去河边的时候，他就用石头在水边画。他画的鸟就像真的一样，他画的鱼也像真的一样。大家都说他画得太好了。哇，他是一个画画的天才，可是他没有笔，太可怜了。有一天晚上，马良睡着了，在梦里他看到一个老爷爷。老爷爷走到他面前，给了他一支非常漂亮的笔。老爷爷对他说：马良，这是一支神笔，你要用它去做好的事情。神奇的笔。马良醒过来，发现手里真的有一支笔，他非常高兴。他马上用这支笔在墙上画了一只小鸟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他刚画完，那只小鸟就飞了出来，飞到了天上，还在唱歌呢。天哪，画什么就能变成什么，这支笔太厉害了。马良开心极了，他记住了老爷爷的话，要用这支笔做好事。他看到穷人没有牛，他就给他们画了牛，牛就去帮穷人工作了。马良真是一个好孩子。可是夏安，如果有这么厉害的笔，一定会有坏人来抢的。没错，坏人来了。村子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坏人，他听说了马良有一支神笔，他非常想要。坏人想用这支笔花很多钱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坏人让人把马良抓了起来，坏人把笔抢走了。坏人高兴地拿着笔，在墙上画了一座很大很大的金山。金山，那坏人马上就要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。可是坏人等了很久，墙上的金山还是画，没有变成真的金山。为什么没有变成真的？笔坏了吗？笔没有坏，因为这是一支神奇的笔，他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坏人拿到它，它就只是一支普通的笔，没有魔法。哈哈，这支笔太聪明了，坏人肯定非常生气。坏人非常生气，他知道只有马良才能用这支笔，所以他对马良说：你给我画一棵树，树上要有很多很多的钱，如果你不画，我就杀了你。天哪，马良有危险了，他会画吗？马良非常聪明，他想了想说：好，我给你画。马良拿起笔，先画了一片很大很大的海，然后在海的中间画了一个小岛。
在小岛上画了一棵有钱的树。树在海中间的小岛上，那坏人怎么过去呢？坏人着急地说：快，给我画一艘船，我要坐船去岛上拿钱。马良就在海边画了一艘大船，坏人高兴地上了船。坏人上船了，然后呢？船开了，坏人觉得船走得太慢了，他对马良大叫：风太小了，你给我画一点风，让船走快一点。马良就在天上画了很大的风，风变大了，船走得更快了。可是坏人觉得还不够快，他大叫：再大一点，风再大一点。马良笑了笑，他拿起笔，在天上画了很多很多风，还画了很大的雨，画了很大的水。哇，马良画了很大的风雨。没错，风越来越大，水也越来越高，大船摇来摇去。坏人害怕了，他大叫：风太大了，不要画了，不要画了。可是马良不会听他的，对吧？马良没有停下来，他继续画，最后船坏了，坏人掉进了海里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太棒了，坏人死了。是的，马良打败了坏人，他拿着他的神笔离开了那里。他去了很多地方，继续用他的笔帮助穷人。这就是神笔马良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太好听了。马良很善良，也很聪明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做好人，不能做坏人。如果做坏人，最后一定会有不好的结果。对，如果现在也有一个老爷爷给了你一支神笔，你最想画什么？如果我有一支神笔，我要画一张有很多很多钱的银行卡，然后每天去吃好吃的中国菜。看来李文你很喜欢钱哦，小心我在你的卡上画一阵大风。开玩笑的，我记住了这个故事。夏安，我还想听最后一个。没问题，最后一个故事是送给所有学习外语的朋友们的。故事的名字叫拔苗助长。拔苗助长，这4个字听起来有点难啊。别怕，我给你解释。拔就是往上拉，苗就是刚长出来的小草小植物，助就是帮助，长就是长大。所以拔苗助长的意思是把小草往上拉，帮助它们长大。完全正确。李文，你觉得如果你把小草用力往上拉，它真的会长高吗？当然不会啊，小草的根在地里，如果往上拉，它就会死的。没错，可是在这个故事里，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道理。你听我讲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种地的人，我们叫他农夫。他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地，春天到了，农夫在地里种了很多很多的小草。农夫种了小草，希望它们快点长大。是的，农夫非常希望他的小草能快快长大。每天早上，他都跑到地里去看，我的小草长高了吗？植物每天只能长一点点，他看不出来的。对啊，第一天他觉得小草没有长高，第二天他觉得小草还是没有长高，第3天、第4天，农夫非常着急。他说：哎呀，我的小草长得太慢了，为什么这么矮呢？我必须想一个办法帮助它们长高。这个农夫太着急了，植物长大是需要时间的。他想了什么办法？农夫想了很久，突然他高兴地说：我想到了，我太聪明了。农夫走到第一棵小草面前，他用手抓住小草，轻轻地往上一拉，然后他说：你看，你现在变高了。天哪，他把小草往上拉。没错，接着他走向第2棵小草，又往上拉了一点。农夫的地很大，有很多很多小草。农夫从早上一直拉到晚上，他觉得非常累。他把所有的小草都往上拉了一点，这太疯狂了。太阳下山了，农夫看着自己的地，非常高兴。他说：虽然我今天非常累，但是我的小草都变高了。农夫开心地回到家里，
他对儿子说：“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我看到我们的小草长得太慢了，我就去帮助它们长高了。我把每一棵小草都往上拉了一点点，我真是累坏了。”他的儿子听到这话，一定吓坏了吧？是的，儿子听了一句话也没说，马上跑到地里去看。儿子看到了什么？儿子走到地里一看，哎呀，因为小草离开了地里的泥土，喝不到水，所有的小草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。农夫想做好事，可是做错了。故事讲完了，李文，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是送给学习中文的朋友们的吗？我明白了，学习中文就像是种小草一样。没错，我们每天背几个词语，听几分钟中文，这就是在给我们的中文小草喝水。这个过程是很慢的，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对的。可是很多刚学中文的人非常着急，他们希望学了1个星期就能看懂中国的书，学了1个月就能和中国人说很多话。这就像那个着急的农夫一样，如果太着急，每天不睡觉去学习，结果会觉得非常累，非常痛苦，最后放弃了学习中文。对，这就叫拔苗助长。太着急的想要看到结果，用错了方法，最后把事情做坏了。学习语言需要一天一天慢慢来，只要你每天给小草一点水，你的中文小草一定会慢慢长大。谢谢夏安，这个故事非常好。学习中文不要着急，只要慢慢坚持就可以了。没错，做事不能太着急，要保持一个放松快乐的心情，就像我们今天听睡前故事一样。夏安，今天晚上的这3个故事真的太棒了，我的身体现在非常放松，而且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中文词语，还有很多好道理。我也很高兴你能喜欢。李文，你能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听的3个故事吗？没问题，大家可以在心里跟我一起想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小猴子的，叫猴子捞月，告诉我们遇到事情不要太着急，要先看清楚。很好，第2个故事呢？第2个故事是关于一支神奇的笔，叫神笔马良。马良有一支神奇的笔，他帮助了穷人，打败了坏人，告诉我们要做好人，不能做坏人。非常对。最后一个故事呢？最后一个故事是送给我们学习中文的人的，叫拔苗助长。农夫为了让植物长高，把它们拉了起来，结果植物全死了，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能太着急，要慢慢来。李文，你总结得非常完美。因为这些故事非常简单，我在听你讲故事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就有猴子，有小船，有农夫。这种学习方法真的比看书好玩多了。听故事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方法。在中国，几乎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会在晚上给孩子讲这几个故事。夏安，你今天讲故事的声音也非常好听，我觉得我已经有点想睡觉了。说明我的睡前故事有用了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很想闭上眼睛休息了呢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做一个非常好的梦。在梦里，也许你会遇到那只小猴子，也许你会拿到一支神笔，也许你还能梦到你的中文变得非常好，可以和中国人开心地说话。今天的闲聊中文就到这里了，这真是一期非常放松的节目。感谢大家这个晚上听我们讲故事。大家今天工作和学习都辛苦了，把手机放下，闭上眼睛，好好休息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祝大家晚安。祝大家有一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